这里是世界上最像外星的国家——冰岛。这里被人们称之为冰与火的国度。在我脚下，正是两座火山之间的索尔冰岛冰川。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冰岛的斯斯拉大陆上，在我的左手边是亚欧大陆，在我的右手边是美洲大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将带您到达这里的各种极致之地。在此，我们会展开一系列与冰相关的挑战。极致之旅，极致之旅，现在启程。极致之旅并不是写错字了，而是我们要带您到达各种极致的地方。那这一期呢，我们就要带您到达冰岛本岛最北端的位于北极圈的北极石柱。而且这期我们要挑战的是呢，全程不加油不加电，一箱油电直达北极圈。看来咱们出发。从雷克雅未克到北极石柱得1000多公里了，我就给你做好保证车的工作吧。这个极限续航挑战我就不参与了。在出发前往1000公里外的北极石阵之前，我们在雷克雅未克市区加油充电，不过直接被 low price 的油价和电价惊呆了。哇，280，换算国内油价15、16了，这真不便宜。我这电也不便宜啊，64一度电，也就是3块5，1小时之后每分钟还有3块5的停车费。你现在感受到在冰岛有一辆省油省电的车有多重要了吗？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1000公里还是有点够呛吧？没有问题。去年在阿拉斯加道顿公路666公里跑完了还剩420，这天没有阿拉斯加冷。你不信，你问问人冰岛人信不信 ？Well, it's tough to say. I would not think so. Electric cars so far normally can't have that much of a range. Really too interesting. 虽然没有一个冰岛人看好我们的1000公里极限续航挑战，但是天气也不给力啊，因为它是刚下完雪，雨夹雪那种最滑的阶段，而且这儿的路呢特别窄，他们的人啊开车还特别快，限速90，他们真开90。这其实很多朋友说，我弄一城市 SUV， 我要四驱干嘛呀？这种时候就有用了。相较于传统的硬派机械四驱，新能源车的电四驱有更强的灵活性，动力的分配更准确、更迅速。虽然越野性能上不及机械四驱，但是在这种更日常的湿滑路面上，表现显然更胜一筹。不过，就在我们穿过雨夹雪的路段，以为要迎来日出时，对讲机里传来了坏消息。Okay, guys, bad news. The road number 1 to Vik is close to bad weather. That's indeed bad news. But the weather seems to be not that bad. Well, yeah, but welcome to Iceland. It's very unpredictable, the weather. And in a certain section here up ahead, the weather is just too bad, so they closed the road. Okay, is there any other routes we can get around? Yeah, actually, there is another route, F249, but it is a S road, meaning it's a mountain road, kind of rugged, unpaved roads, and few unbridged rivers. 怎么说，阮要不要赌一把？我还要将1300公里续航，所以我觉得可以赌一把。他们这儿北欧人这个效率吧，要真是封路了，我觉得可能还不如去绕一绕试试。这儿怎么有这么多炮弹坑啊？冰岛是这样子的，这儿因为土基本上都是那个火山岩碎裂形成的，本身就很松软，然后再加上风雪雨那再加上政府也不会来给咱们修路，所以这应该算是天灾加人祸。哇！但是我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个车靠在这儿不颠，就是没有那么颠。蓝山的减震器啊，本身就是阻尼软硬可调的，而且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呢，能够通过预瞄啊来提前调整阻尼，这样就能带来相对更好的舒适性。我觉得咱们这条路应该是堵对了，因为路也不难，然后风景还非常棒。左边是雪山河滩，右边这个就是台原吧。
对，你的目光非常敏锐。我们现在两边就是台原，冰岛风很大，温度又常年很低，基本上其他植物呢都没法在这儿生存，只有这些苔藓地衣。但是呢，它们特别脆弱，就是我们如果脚踩上去的话，可能几十年才能够恢复。所以科普一个冷知识啊，其实冰岛呢是禁止越野的。走的这个路呢，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些路面下道，所以这是一个大家来这儿开车玩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小知识点。有条河，不知道深浅，看起来有车辙印儿。这看起来好像有点深哦。我找一下这个下道点。就还好，这个车的接线角离线角不算小，要不然这肯定就碰杠了。我的这个电池也是 IP67 防水，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就这样，我们跨过了一条又一条冰川融水形成的小溪。不过我们的保障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是这条河看起来比较深。还好，我看就到了大脚一半的位置。然后咱们这个车大概500-600的涉水深度，而保险起见能把纯电模式打开，然后这样发动机不工作它就不会进水了。OK， 没问题。这俩车也挺厉害的，因为来的路上看到的都是这种大脚车，我们的向导就说不确定是不是我们这个车能行，但是我们真的确实开到了这儿，厉害。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即使是寒冬腊月，冰川也还在融化。我们眼前的冰川已经比10年前退化了几十米，也许10年后我们再到这里的时候，连这条冰川都看不到了。不过相比10年后看不到冰川，我更担心马上天黑看不到路了。现在刚下午3点，天已经马上要黑了，咱们是不是应该抓紧往前走了？但问题并不是看不见路，而是路没了。Oh, sorry guys, I'm afraid I got some bad news again. 喂，若然，欧玛跟我们说，前面这个路现在雨水涨起来了，然后这个季节变化走不了了。但是他现在在打电话说，咱们之前封那个路应该是重新开放，跟他确认，估计是要掉头了。我觉得我们这次找的冰岛本地向导就像一个骗子，现在白白绕了1天的路，然后白绕了大概会有个60公里吧，现在还要返回1号公路再去维克镇，反正现在标线还剩1100，应该够吧。1000公里极限续航挑战的第1天就出师不利，原本计划到赫本镇，却因为封路绕行失败而白白浪费了1天，只能到达中途的维克镇。第1天行驶了241公里，表显续航下降322公里，剩余续航里程1020公里，距离北极石镇还有779公里。你想泊入几号车位？请注意刮蹭风险。现在我们准备继续出发。我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昨天晚上停下车的时候，总的续航还剩1020公里，现在还剩1019公里，也就是说这么冷的天晚上只掉了1公里的电，这个我觉得还确实值得点赞的。好，可以出发了。维克镇的黑沙滩、悬崖和石柱是很多电影的取景地。我们驾驶着2台中国车，在这里留下了绝美的影像。迎着冰岛11点半的日出，我们将继续赶往昨天没能到达的目的地赫本。身份挺好，哎，你这怎么小蓝灯亮起来了？你在冰岛还能开 OA 吗？
，NOA 开不了，我开的 LCC。这个车不管是 NOA 还是 LCC 都是会亮起蓝灯。咱们在国外用不了 NOA 啊，主要就是俩原因，一个是法规，一个是地图。那这个车呢，正好是有华为的 HiCar， 所以呢，我就能把高德地图直接投到车机上，这样开车就不抓瞎了。今天路况特别好，所以我一直用的是这个经济模式。然后我发现这个经济模式啊，它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两驱车。当你速度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发动机直驱是最高效的，所以它就会用发动机直驱当一个前驱车。然后你速度慢的时候，大概在70以下的时候，这个时候电的直驱是最高效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后驱的电车。1号公路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的台原地貌，这个是冰岛非常独特的一种地貌，这个颜色跟我这台蓝山好像啊。刚才我们的向导说，这片台原是在火山在1000多年前喷发之后形成的，这些都是火山的岩浆。我开着蓝山走在这种地貌里边，太神奇了，真的太像外星了。在打卡了台原地貌后，我们又来到了冰岛的另一处独特地貌，海滩上布满冰块的钻石黑沙滩。你说为什么海会冻成冰呢？为什么沙滩上会有这么多冰呢？它是怎么就冻成这么多大冰块呢？我真的是不是很理解。而且你看这个冰是晶莹剔透的，这个冰呢，它不是海冰，它是上游的冰河湖形成的，然后河水的冲刷呢，把它冲到下游来，就形成了一大片冰河床。所以你应该尝一下，它是没有味道的，而且确实没味儿。哇，沙子。如然，我想问一下，咱们距离终点还有多远啊？北极时镇还有600多公里。我的油表显里程还剩196，电的话是27。我看这个，想到北极时镇真是不太现实了，看来我真的只能给你做好保证车的工作了。啊！我一个大写的问号，我还有768公里的续航呢。加油，一定要一箱油跑到北极时镇啊！哦，我不用加油，你加油吧。已经报要加燃油的这个提示了，我还剩80公里的燃油续航和23公里的纯电续航。而且刚刚向导跟我们说，这中间是没有任何的加油和充电的地方。最新消息啊，这个我们已经燃油不显示了，杠了。我们现在中共显示还有43公里的续航，动力目前没有受限，空调也正常。啊，很快了，10公里就到了。抵达赫本镇时，我们一共行驶了523公里，蓝山表显总续航下降了780公里，剩余续航里程562公里，距离北极时镇还有518公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有个有趣的现象？所有的云呢都只集中在海岸到瓦特纳冰川这一带，而瓦特纳冰川上面呢是万里之云。所以呢？所以我提议我们今天晚上到瓦特纳冰川上去看极光。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我认为我们在市区里面能看到极光，就是因为云层太厚遮挡住了。所以我们要在黑灯瞎火的夜里开车去瓦特纳冰川上面看极光。对啊，肯定会很好看的，而且非常浪漫。于是我们给摩卡加满油，真的驶上了前往瓦特纳冰川的 F985越野路。不过，虽然白天远远望去，欧洲第一大冰川瓦特纳冰川就在路边，近在咫尺，但夜晚真正驶入这里的时候，才发现真是难爬。本来就崎岖不平，还全是上坡的路面上全都铺满了积雪。我可以把它调到雪地模式了。蓝山和摩卡其实一样，都是7种驾驶模式。雪地模式它是一个主打安全的模式，它会限制动力的输出，然后它电子稳定系统也会更加积极的去介入。在黑夜中的雪地里继续行驶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如愿以偿，用肉体上的疼痛换来了视觉上的享受。
极限续航挑战的第3天，我们今天要去最后的目的地北极圈的北极石柱。今天天气呢比较潮比较凉，所以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在挡风上。但是这个蓝山的除霜的功能非常强劲，你肉眼可见的它在迅速的化掉。今天我们从赫本出发，要跑溜一整天，这就是他们国家的1号公路，是路况最好的路，它路况就这样，几乎全程都是双向单车道，然后也没个护栏，晚上也没个路灯，地上的雪也没人及时的清扫，你如果晚上开车的话还是挺危险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俩车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长城有自己的环境风洞。这个风洞呢，它能够模拟全世界的环境，所以这俩车虽然是第一次来冰岛，但是冰岛的环境早在实验室里边模拟过了。不过说实话，这辆车给我开起来的感觉还是一个以舒适为见长的取向。就在这种山间的峡湾上的公路，连续的去行驶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它的悬架稍微有点软。当然，它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它开起来真的一点也不累，座椅非常舒服。然后支撑很到位，按摩加热一应俱全，不会觉得环境特别艰苦，让你感觉到非常的疲惫。短暂的白天过后，我们迎来的不只是黑夜的降临，同时还有上百公里的连续上坡路段以及坏消息的到来。不是很乐观。刚才咱们上的那个大坡之后，我第一次剩余的表演续航里程要比实际要跑的距离短了。我现在还剩129公里的续航，然后现在还剩157公里才能到北极圈，而且我的油已经在90公里的时候，刚才已经提示了补充燃油了，现在已经变红了，还有87公里的油。不乐观。我现在就在后悔，当时为什么要听信那个向导的话去绕那个 F249？ 如果不绕那一段，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还在后悔为什么要在维克镇早上出发前先去悬崖上看风景？如果不去的话，肯定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开来你当时油表是多少公里的时候杠杠的？50的时候杠杠的。但是我现在已经50了。哦，杠杠了。果然，我现在也杠杠了。所以现在我的表显总续航只有39公里了，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它还有50加39，而我们现在到目的地还要123公里。非常好，有一个大下坡。再给我充电，我现在已经充电充到43公里了，这个下坡好长啊！开来，你看咱们刚路过的这个地方，像不像司马？确实很像，我觉得，就是这儿也是一个同样的风烟小镇。我觉得这个寓意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已经穿过了象征意义上的司马镇的。象征着我们2025年比2024年往前走得更远，然后呢，你的蓝山也突破了去年的自己啊！今天可以看看它到底能跑多远。我现在已经跑了整整1000公里了，然后现在纯电续航还剩下35公里，然后到目的地还有38公里。看来你一定小心，这段非常的滑，一个大下坡，然后全是冰。我基本上一踩刹车就会摆，但是好消息是下坡能充点电。伴随着连续上下坡带来的续航里程的不断变化和极度的担心，我们终于到达了冰岛的最北小镇勒伊法赫本。我觉得北极圈上的这个小镇还是要比司马镇好看多了的。咱们2公里就到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信息是，这个小镇本来是一个渔业捕捞出名的小城镇，然后因为过度捕捞接近废弃的一个状态，但看着还是很有生活气息的。穿过这个小镇，我们还有最后1公里就到了北极石镇了。最后上一个坡，
那么我们现在都到达了北极石镇，完成了一箱油电直通北极圈的挑战，1037.2公里。其实相比于之前的续航测试，这不是一个严谨的测试，因为我们并没有说一直在跑，反而是我们走了很多弯路，然后去了很多游客打卡的地方，就像大家来自驾游一样，真的分了好几天去了很多的地方，然后也经常开关车门，然后也正常的在车里边开空调，用座椅加热甚至按摩，但是它仍然给了我们非常惊讶的表现。我们用事实回击了冰岛人的质疑，驾驶着蓝山完成了1000公里直通北极圈的极限续航挑战。北极圈上极光的降临，正是对我们一路艰辛最好的奖赏。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深入冰岛北部，带你一同前往那些游客喊出的极致之地，开启新一轮的挑战。